早上起床后，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家庭成员。我和我的家人会问好，但在我们家不说早。明明看到对方起床了，正在屋子里面走动，会问一句废话：你起来啦？你起来啦？回答的时候会先回应对方，有时候我们会聊聊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也会聊梦境。如果睡得很好，一般就不说了，因为是正常情况。如果没有睡好，就会说原因，比如因为有蚊子一直在耳边叫，嗡嗡嗡的，没睡好。因为风太大，吹得窗缝响，呼呼呼的，没睡好。因为天凉了，有点冷。天凉了，有点冷。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床上用品的词。我们管这个叫毛毯，毛毯。厚一些的呢叫被子，这个叫枕头，枕头，枕头。还有这个床单，床单。如果要把这些拿去洗，我习惯性就只说把床单换下来洗，也会说周末我得洗床单了。我的意思就是包括枕套、被套。这个就是枕套，枕套，枕头、被褥或者是被子都有套，枕套、被套。其实在沙发上还有沙发套，但我家没有，那个也可以拆下来洗。枕套、被套、床单，其实还有床笠，这些都是床上用品，但这两个词太书面了，生活里面我一般不说。生活里面会说，你要洗床单吗？拆下来一起洗吧。把床单洗洗吧，今天有太阳，可以晒晒。我觉得给太阳晒晒就可以了。下午就有阳光洒进屋里，或者拿去天台晒几个小时，再拿回来。有些人喜欢用除螨的仪器，除螨，我怀疑是不是智商税啊？我不懂，你相信吗？然后我们来聊聊梦境吧。西方有弗洛伊德，他强调人的内心深处是有冲突和欲望的，梦境就是满足这些欲望或者解决心理问题的一种方式。梦境呢，就是内心潜意识的投射，比如个人经历或者是童年被压抑或遗忘的记忆，再或者是一些现实中没有得到的欲望，就会通过做梦来自我表达。解梦的方法和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现代科学和心理学认为，梦是大脑活动的一种表现，含义和作用可能和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有所不同。中国有周公，不算是心理学的范畴。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周公解梦是封建迷信，一派胡言。中国的周公解梦是预示未来。周公他除了政治才能之外，还可以破解梦境。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相信梦是有预兆和象征意义的，比如神灵的警示或预示未来的征兆。现在也仍然有人相信《周公解梦》这本书也不是周公本人自己写的，是后人根据对周公的敬仰和崇拜创作的解梦文献。通过对一些梦境象征和符号的解释来揭示梦的含义。
有些人很喜欢查，比如在百度搜索框里面输入梦见蛇空格周公。也有人不查，因为有老一辈的人代代相传，一般梦是反的。这条呀，就是传下来的基本规则。梦是反的。比如有朋友给我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洪水，吓死我了。我就会说，没事没事，梦是反的。梦是反的，反的。比如梦见雪，就代表吉利，运气好。有些人很相信梦境的预示，而且言之凿凿。言之凿凿这个词是形容说话有真凭实据。比如家里面如果有老人过世了，会停放1到3天，做一些仪式的习俗。其他的家人可能就会在当晚梦到离世的亲人，这个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面叫做托梦。托梦。我听说过有托梦说鞋没穿好，然后家人醒来去看，果然是鞋没穿好，就可以帮他穿。中国近代的教育实际上是无神论，但由于民间自古就流传各种教派，而且数千年互相融合，民间传统故事都是老一辈人口述的，所以不存在正确或者统一的说法。喜欢传统文化的人会好好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我们能接触到的书籍也有限，因为很多书都失传了，只能说比普通人了解更多一些。平时我接触到的大部分人对于鬼神或是未知力量的态度是敬畏。而且我们常常会提到命这个字，比如他真是劳累命啊，再比如他的命真苦啊。命是什么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一命指的是个人命运。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通常是被认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主要受先天条件和祖先因果影响。我们人一生中会经历各种凶吉福祸，其中有些事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有些事儿呢，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来改善。二运指的是个人的运势，运势就是在命运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二运强调的就是个人的努力和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三风水指的是环境，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环境和地理布局会对人的运势和命运产生影响。风水学里面有很多规则，认为通过合理的布局或者选择适宜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人的运势和命运。比如家里面装修房子或者做生意的人就很喜欢看看风水。四积阴德可以理解为做好事行善，阴德中的阴指的是阴性柔和质朴，它是相对于阳来说，阳呢就是强势刚硬。这个德字，德表示品德道德善行美德。五读书，对人生的发展有作用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也深信不疑。好，
今天我讲了言之凿凿，还有命是什么，周公解梦，以及那些需要换洗的床上用品，比如床单、枕套，还有被套。